哈纳德·特朗普这个名字似乎已无人不知，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既是商界的传奇，也是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功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大家好，今天想聊聊特朗普，一个被国人亲切起名为川建国同志的老白男。我在此刻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没有正式出炉，但结合各方信息判断，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很大。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极可能再度登顶美国总统宝座的老人家，看看他的生平、理念以及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希望在评论区分享您对特朗普的看法和观点。哈纳德·特朗普于1946年6月14日出生在纽约市的皇后区，他是弗雷德·特朗普和玛丽·安妮·麦克劳德·特朗普的第4个孩子。弗雷德·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事业主要集中在纽约市的外区。特朗普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为特朗普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童年时期，特朗普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领导才能。他在学校时表现出色，但也因顽皮和叛逆在学校声名远扬。为了磨砺他的纪律性，13岁时父母将他送入纽约军事学院，在那里严格的纪律和军事化的管理对年轻的特朗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学会了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存和进行竞争，这种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商业和政治生涯做了超前的准备。在学校期间，特朗普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尤其是在体育方面，他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成为学校棒球队的队长，这种早期的领导经验对他往后职业生涯中更好的管理团队提供了助益。高中毕业后，特朗普进入福特汉姆大学学习，但2年后转学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这里被誉为现代 NBA 的发源地。中国也有不少在商业、投资和科技领域有着显著影响力的人出自于此。远的不说，像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沈南鹏、高瓴资本董事长张磊、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等，都曾是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在沃顿商学院，特朗普专攻经济学，在严酷的课程和高标准要求下，特朗普在这里不仅学到了商业管理的知识，还结识了许多未来的商业伙伴和朋友。在校期间，特朗普对房地产开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时常利用假期时间参与父亲的公司事务，学习房地产开发的实际操作。这种早期的实践经验使他在毕业后能够迅速进入家族企业，并在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中崭露头角。1968年，特朗普从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即他正式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在加入公司后不久，特朗普便参与了多个重要项目的开发。其中最著名的项目之一是曼哈顿的康莫多酒店翻新工程。通过与城市政府的谈判，特朗普成功获得了税收减免，并将这座老旧的酒店改造成了如今的君悦大酒店。这一项目不仅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为他个人赢得了声誉。康莫多酒店的成功为特朗普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即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优惠政策，从而降低项目成本并提高盈利能力。这种模式在他后来的多个项目中得到了应用，成为他商业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特朗普将目光投向了曼哈顿的天际线。1980年，他在第5大道上破土建造标志性的特朗普大厦。这座共58层的摩天大楼以其奢华的设计和高端的零售空间而闻名，如今已成为纽约市的地标之一。特朗普一向以其大胆的商业风格和独特的品牌塑造能力而著称。他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的项目造势，常常透过新闻发布会和媒体采访来提升项目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他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出现在诸如酒店、赌场、高尔夫球场等多个领域，成功将特朗普这个名字打造成了奢华和成功的代名词。
这种策略不仅提升了项目的市场价值，也为他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然而，特朗普的商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房地产市场受到严重打击时，特朗普的多个项目均面临财务的困境，他个人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面对危机，特朗普通过与银行谈判重组债务，并出售部分资产，得以渡过难关。这段经历不仅考验了他的商业智慧，也展示了他的韧性和决策能力。在度过经济危机后，特朗普继续扩展其商业的版图，特别是在大西洋城开设了多家赌场，其中最著名的是特朗普塔。这座赌场一度被外界形容为世界第8大奇迹。然而，博彩业的激烈竞争和市场变化也给他的赌场业务带来了挑战，最终导致部分赌场的关闭和破产。此外，特朗普还将业务扩展至全球，他在世界各地开发了多个房地产项目，其中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加拿大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及大厦等。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特朗普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尽管取得了诸多商业成就，但相伴而生的就是各种的争议。2013年，他曾因特朗普大学的虚假宣传和不当经营行为而面临法律诉讼。特朗普大学作为一个在线教育项目，旨在教授学生房地产投资和管理技能。然而，由于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不佳，特朗普大学遭到了多起误导消费者的指控。州检察官也介入调查。最终，特朗普选择与原告达成和解，并支付了250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外，他的管理方式也被一些人批评为过于集权和独断，缺乏透明度和团队合作精神。然而，特朗普始终坚持自己的商业理念，认为成功需要冒险和创新。我们暂且先离开商界，特朗普在娱乐界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通过参与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的活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2004年，特朗普推出了真人秀节目《学徒》，并担任主持人和执行制片人。这档节目迅速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吸引了数百万观众的关注。在节目中，参赛者通过一系列商业挑战竞争，争夺在特朗普公司工作的机会。特朗普以其标志性的“你被解雇了”You are fired 口头禅闻名，这一口头禅也成为了节目的一大亮点。学徒的成功不仅提升了特朗普的公众知名度，也让他展示了自己的商业智慧和领导风格。通过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上，他的个人品牌不仅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成功，也为他在政治领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然而，特朗普的直言不讳和大胆的风格也常常引发公众的热议和讨论。在媒体报道中，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常常被放大解读。这种现象既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关注，也使他成为争议的焦点。特朗普在媒体上的表现常常引发两极分化的反应。一方面，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真实、直率，敢于挑战传统权威；另一方面，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过于自负，缺乏政治正确性和外交手腕。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在娱乐界的成功为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其实说到政治，严格来说，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始于2015年6月16日。当时他在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宣布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口号。特朗普迅速在共和党内崭露头角。他的竞选策略与传统的政治家截然不同，强调直言不讳和反建制的立场。这种风格吸引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在初选阶段，特朗普面对众多共和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然而他通过一系列辩论和竞选活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政治的改革者。他的竞选活动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和娱乐性，这种非传统的竞选风格使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往往强调直接与选民沟通，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直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面对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有着光鲜的政治履历，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参议员，也曾是美国第一夫人。单从政治历练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全面碾压代表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特朗普。然而，特朗普通过一系列的策略，成功地将竞选焦点转移到经济、移民和国家安全等议题上。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强调美国优先的理念，主张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限制来保护美国工人和国家安全。他的竞选承诺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改，以及重新谈判国际贸易协定等。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常常引发争议。他的直言不讳和大胆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媒体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争议。然而，这种非传统的竞选风格最终让他赢得了选举。特朗普在选举中的胜利被认为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成功地吸引了许多传统上被忽略的选民群体，包括蓝领工人和农村地区的选民。这些选民对全球化和经济变化往往感到焦虑。特朗普的胜利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刻的分裂，特别是在种族、性别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在任期间，他推出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政策，包括税改、移民限制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比方说，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案，这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该法案将企业的税率从 35% 降至 21%， 并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调整。支持者认为这一政策将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而批评者则认为其主要惠及富人和大企业。在移民政策方面，他主张修建美墨边境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此外，他还实施了零容忍政策，对非法入境者进行严厉的打击，包括将非法入境者与其子女分开拘留。这些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法律的挑战。支持者认为这些政策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法律的秩序，而批评者则认为其不人道，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国际人权标准。移民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家庭分离和拘留中心的拥挤，这些问题在媒体上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而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强调美国优先，他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其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单方面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试图以过去对欧洲和日本的贸易打压来压制中国，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并没有朝着他们原本设定的剧本演下去。这里又让不少中国崩溃论者深深吃了一记闷亏。当然，除了对中国出手，他在任期间还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美墨加协定。在外交政策上也同样充满了争议，他主张通过强硬的立场和直接的谈判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与朝鲜的外交谈判，特朗普在任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与朝鲜领导人会面，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突破。尽管会晤并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其象征意义重大。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被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直接对话，特朗普试图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推动朝鲜无核化。然而，尽管会晤在短期内缓解了紧张的局势，但朝鲜的核计划并未实质性的改变，双方的谈判也未能取得长期的成果。在中东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此外，他还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这些都引发了广泛的国际争议，尤其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被视为对巴以和平进程的重大打击，而退出伊朗核协议则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也为如今中东无休止的杀戮埋下了伏笔。
成了不折不扣的帮凶。与盟友的关系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常常与传统盟友产生摩擦。他批评北约成员国未能履行防务的开支承诺，并要求其增加军费。此外，他还对欧盟国家实施了贸易关税。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常常被视为对多边主义的挑战，导致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在任期间曾2次遭到弹劾。第一次弹劾是在2019年，特朗普因通乌门事件遭到弹劾。众议院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称其在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施压对方调查政治对手。然而，参议院最终宣判他无罪。这次弹劾反映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的分裂。尽管众议院通过了弹劾的条款，但参议院的审判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仍然拥有强大的支持。第二次弹劾则在2021年1月，特朗普曾因煽动叛乱再次遭到弹劾。众议院指控他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煽动支持者，然而参议院2次宣判他无罪。尽管如此，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后面发生的事件相信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乔拜登后，特朗普于2021年1月20日正式卸任美国总统。卸任后，他的不断陷入法律的争端，包括税务调查、商业诉讼和与国会相关的调查，当然也包括一些桃色事件。他指责民主党政府对他实行政治迫害，并声称美国司法部正就各种罪名千方百计起诉他，甚至在一封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筹款邮件中声称，他可能因政治迫害而面临总计561年的监禁。尽管法律挑战不断，特朗普的支持者依然坚定地支持他，认为这些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他将继续为自己的清白而战。这些背信牌是否能奏效，相信很快就能得到验证。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个充满争议和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政治生涯也充满了戏剧性。然而，不管2024年的特朗普是否能最终胜选，也无论大家对他的看法如何，都不可否认，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好了，本期就先说到这，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二哥。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制作的动力，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继续与您分享更多有趣和有意义的内容。